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明眼三千里的頻道。今天這期視頻，咱們來聊聊錢，聊聊人性，聊聊那個可能被寫進教科書的超級黑天鵝事件。如果你這兩天刷推特或者看新聞，你的腦子現在對英偉達與 OpenAI 的關係絕對是懵的。為什麼呢？因為硅谷正在上演一出頂級的羅生門。就在前天，華爾街日報扔出了一顆核彈，標題只有短短幾個字，核心詞語叫 stalled， 停滯。說什麼呢？說那個傳得沸沸揚揚，號稱要用來拯救全人類的 OpenAI 1000億美金的星際之門計劃，被金主爸爸英偉達給叫停了。不僅叫停了，甚至還有內部人士爆料，說黃仁勳私下裡非常不滿，批評 OpenAI 這幫人缺乏商業機力。這話要是坐實了，那可是要把天捅了個窟窿的。但是劇情馬上反轉，僅僅過了不到24小時，昨天早上，黃仁勳在台北滿面春風地接受了採訪，記者就問他呀，說老黃，聽說你不投 OpenAI 了，你猜老黃怎麼說？他笑着說，胡扯，那是謠言，我們不僅要投，還要投一筆大的。好，聽到這兒，有些博主就開始發視頻了，標題我都替他們想好了，虛驚一場，英偉達闢謠，強強聯手繼續統治世界。兄弟們，如果你真的信了這個，那你就想簡單了，太單純了。在幾千億美元的生意場上，從來就沒有什麼闢謠，只有話術。於是我把老黃在台北的那個採訪視頻，這短短的1分多鐘，我反覆看了10幾遍，我把每一個的微表情，每一個停頓都扒了一遍。我發現真相全藏在他那句看似否認，實則補刀的話裡。當時記者問的是，那1000億美金的基建投資還算數嗎？老黃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先是用了標誌性的高情商開場，說我和山姆奧特曼關係多鐵多鐵，然後話鋒一轉，連忙補充了一句 No, no, nothing like that。 不，沒那回事。各位聽懂了掌聲，這就叫體面的降級。咱們來翻譯一下這段話的潛台詞。什麼叫沒那回事？意思就是之前那個把你捧上神壇，讓你隨便燒錢的1000億美金基建計劃確實沒了。現在我要給你的是 current funding round， 是本輪融資。你知道這兩個概念差多少嗎？這簡直是從領結婚證降級到了偶爾約會。所謂的基建投資，那是把你當成水電煤，當成公共事業，那是幾十年雷打不動的戰略綁定，是把英偉達的芯片、現金流，甚至身家性命都押注在 OpenAI 身上。而現在的參與本輪融資，就算它是英偉達歷史上最大的一筆，充其量也就是幾十億美金。這叫什麼？這叫買門票。幾十億對普通人是天文數字，但在 OpenAI 那個吞金獸面前，這筆錢可能連半年的電費都不夠付。所以老黃在台北的笑容背後，其實是遞給了山姆奧特曼一張冷冰冰的通知單，上面寫着幾個大字，你的無限彈藥錢被收回了。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呢？以前這兩個人不是好的穿一條褲子嗎？怎麼突然就缺乏商業距離了呢？我找來了一份華爾街投行的內部分析報告，我看完整個人後背發涼。這份報告裡有一個核心的觀點，市場正在對 OpenAI 進行價值重估，而重估的理由就是咱們剛才提到的那個詞，商業距離。咱們先看一組嚇死人的數據。根據最新的財務預測， OpenAI 在2026年的年度淨虧損預計將達到140億美元。兄弟們，140億啊，這是什麼概念呢？ SpaceX 2025年全年共完成了167次軌道發射任務，去年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也就才80億。OpenAI 一年虧掉的錢，差不多能再造2個 SpaceX。
而且這還沒完，報告裡預測，如果按照現在的燒錢速度，到2029年 ，OpenAI 的累計虧損將達到驚人的1150億美元。這時候肯定有人要說了，你懂不懂科技啊？這叫戰略性虧損，這叫為了 AGI 的未來買單。亞馬遜當年不也虧損嗎？好，這正是我要講的重點。你以為老黃不懂戰略性虧損嗎？他當年做 CUDA 虧了10幾年，他能不懂？他現在之所以不敢投了，是因為他發現 OpenAI 的虧損和當年的亞馬遜、特斯拉有着本質的區別。亞馬遜的虧損是把錢變成了倉庫、物流車隊、雲計算中心，錢雖然花了，但資產留下了。OpenAI 的虧損，錢去哪了呢？錢變成了廢熱，變成了電費，變成了那些一次性的訓練成本。這就好比你在賭場裡把把梭哈，把把不中，然後你跟債主說，我這叫戰略性賭博，你再借我1000億，下一把一定回本。如果你是黄仁勳，你手裡攥着賣鏟子賺來的辛苦錢，你會借給這個賭徒嗎？更致命的是，這份報告裡提到了一個讓人拍案叫絕的類比 WeWork。 大家還記得 WeWork 嗎？那個要把辦公室二房東生意做成科技公司的獨角獸。當年 WeWork 為了掩蓋虧損，發明了一個極其奇葩的財務指標，叫社區調整後 EBIT。 什麼意思呢？就是把房租、裝修甚至營銷費用全部剔除，然後告訴投資人，你看，如果不算這些必須要花的錢，我們其實賺得盆滿缽滿。現在的 OpenAI 正在玩一模一樣的遊戲。Sam Altman 在各種場合強調，我們的模型如果不算訓練成本，毛利其實很高。這不廢話嗎？如果不算買車的錢，開滴滴全是利潤。華爾街那幫人是精，但不傻。在2023年，大家被 ChatGPT 震撼了，願意為信仰充值，那是按市小里估值，看的是夢想。但到了2026年，大家看膩了，開始按產出投入比估值，看的是現實。這就是黃仁勳拒絕基建融資的根本原因。這裡我要給一些朋友科普一個知識點，什麼叫基建融資呢？它和我們平时聽到的風險投資完全是兩個物種。比如你要修一條高速公路，你去跟銀行貸款，銀行為什麼敢借給你幾百億呢？因為高速公路一旦修好，每輛車過路都要交錢，這個現金流是極其穩定、極其可預測的。只要路在那，錢就在那，這叫基建項目的低風險、長回報。Sam Altman 提出的那個星際之門計劃的時候，他的邏輯就是，我的 AI 模型就是未來的高速公路，全人類都要從我這兒過，所以你們應該像投水電站一樣投我。但是黃仁勳現在的態度很明確，我不認為你是高速公路。在老黃眼裡，現在的 OpenAI 更像是一個還在不斷改圖紙，甚至地基都沒打穩的有爛尾風險的項目。你的模型在不斷的迭代，你的護城河在不斷的被後來者填平，這個我們後面會細說。你的用戶留存率並不像水電煤那樣是剛需，把一筆高風險的風險投資偽裝成了穩賺不賠的基建投資來賣，這就是華爾街最忌諱的風格漂移。黃仁勳不僅是工程師，他也是這個星球上最精明的商人。他要是真的簽了那1000億的基建支票，那等於就是給 OpenAI 的商業模式做了終身擔保。萬一 OpenAI 崩了，英偉達的資產負債表也要跟着爆炸。所以老黃選擇了退一步，給點小錢買個股權，當個普通的股東。這意思是，如果你贏了，我跟着喝湯；如果你輸了，我也就是損失點小錢，絕不至於傷筋動骨。但這還只是表層的財務邏輯。如果僅僅是因為虧錢，老黃這種見過大風大浪的人未必會這麼決絕。真正讓他感到憤怒，
甚至讓他覺得山姆·奧特曼缺乏紀律的，其實並不是 OpenAI 花錢太快，而是 OpenAI 花錢的姿勢不對。這就引出了今天視頻的第二個重磅炸彈——技術背叛。我們都知道 OpenAI 能有今天，全是靠英偉達的 GPU 堆出來的。按理說，你應該對你的軍火商感恩戴德，對吧？但實際上，在過去的1年裡， OpenAI 在背地裡搞的小動作，簡直就是在挖英偉達的祖墳。怎麼挖的呢？簡單來說，就是去英偉達化。你可能聽過那個新聞， OpenAI 正在聯合博通和台積電秘密研發自己的 AI 芯片，但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讓黃仁勳感到脊背發涼的是，山姆·奧特曼不僅想換掉英偉達的 GPU， 他還想換掉英偉達的神經系統 NVLink。 這在技術圈叫什麼呢？這叫去英偉達化。 OpenAI 現在的算盤也打得非常精，他們覺得，我既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買家，我就有資格制定標準。於是他們想用廉價的以太網技術去替代英偉達那個昂貴但急速的 InfiniBand 互聯技術。兄弟們，這簡直就是拿着百事可樂去可口可樂的總部砸場子。黄仁勳之所以能把英偉達做到5萬億市值，靠的不僅僅是賣顯卡，而是靠CUDA生態和 NVLink 互聯技術構建的那個密不透風的圍牆花園。只要你進來了，你就別想出去。而現在，山姆·奧特曼這個被黃仁勳一手扶起來的金童，竟然想帶頭拆牆。他想把 AI 算力變成像家用電器一樣標準化的商品，誰家的便宜就用誰的。如果這事兒真讓他幹成了，英偉達就從唯我獨尊的军火商，變成了在這個菜市場裡必須要跟別人拼價格的普通五金店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黃仁勳會私下批評 OpenAI 缺乏商業機力。這話翻譯過來就是：你拿着我的錢，用着我的卡，卻在後院偷偷的養我的競爭對手博通，還想革我的命。這如果不叫缺乏紀律，那什麼叫缺乏紀律呢？但如果僅僅是背叛，可能還不足以讓老黃徹底的斷供。真正讓英偉達對 OpenAI 失去信心的是另一個更尷尬的事實： OpenAI 的技術光環正在褪色。2024年之前，大家覺得 OpenAI 是神，是因為它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但到了2025年、2026年，情況变了。比如 Google 的 Gemini 以及中国的 DeepSeek 都給 OpenAI 一記響亮的耳光。我們來看一組數據，這組數據在英偉達內部絕對被反覆的研討過。當時 DeepSeek 推出 R1 模型的時候，在達到同等智能水平的前提下，訓練成本只有 OpenAI 同級別模型的幾十分之一。注意，不是幾分之一，而是幾十分之一。最近又在傳言 DeepSeek 又將在中國春節期間再次出來炸場，又不知會不會再次帶來震撼的技術。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 OpenAI 引以為傲的那個 Scaling Law 大力出奇蹟定律在某種程度上失效了。OpenAI 過去的邏輯是：我有最多的錢，買最多的卡，我就能暴力計算出最強的智能。這就像是一個只會用蠻力的富二代，碰到問題就砸錢。但 DeepSeek 這幫人證明，只要架構設計的足夠精妙，只要算法優化的足夠好，我是可以用手術刀幹過你的鐵錘的。在黃仁勳這種極其講究工程效率的硬件大佬眼裡， OpenAI 現在的做法就是極度的算力浪費。你租了我幾萬張算力卡，結果跑出來的效率這麼低，這不僅是對我的投資人不負責，更是對我英偉達 GPU 的侮辱。所以當山姆·奧特曼拿着那個1000億美元的星際之門 PPT 去找黃仁勳的時候，老黃心裡的潛台詞估計是：你先把現在的效率提上去再說吧，給你再多的卡也填不滿你那個低效的黑洞。說到这個星際之門，這可能是科技史上最瘋狂也最荒謬的 PPT。
關於這個計劃的詳細工程拆解，毫不誇張地說，這東西如果在2026年強行上馬，它撞上的不僅僅是資金的牆，而是物理學的牆。咱們先不談錢，談談電。根據規劃，作為 OpenAI 第5階段的預期，星際之門這個超級算力集群需要消耗5G瓦的電力。各位对5G瓦有概念嗎？美國的一個標準的核反應堆發電功率大概是1G瓦，也就是說，為了這一座數據中心，你得在它旁邊專門蓋5座核電站，或者更直觀一點，這相當於插到牙買加或者冰島這種中型國家的總電網上，然後把全國人民的電闸都拉了，電力才勉強夠它用。Sam 奧特曼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他說，我們投了核聚變公司 Helion Energy， 還投了做微型核反應堆的 Oklo， 以後我們自己發電。這簡直是把科幻小說當商業計劃書在寫。Helion 承諾2028年交付多少電呢？50兆瓦。即便它真的按時交付了，這在核聚變領域幾乎是不可能的。那也只是5G瓦需求的1%，剩下的99%去哪找呢？更絕望的還不是電，是熱。這是熱力學第2定律決定的死刑。當5G瓦的電能衝進芯片裡，它不會憑空消失的，它是會幾乎100%的轉化為熱能。5G瓦的熱功率相當於在機房裡每時每刻都在引爆一顆小型的戰術核武器。現在的風冷技術早就廢了，連普通的水冷板都壓不住這種級別的熱量。要想把這5G瓦的熱排出去，你需要把整個數据中心建成一個巨大的化工厂，用浸没式的液冷，甚至是用那種還在實驗室裡的微流體冷卻技術，就是在芯片的硅片背面直接刻出血管一樣的管道，讓冷卻液流進芯片身體裡。這在工程造價上是天價，在維護上是噩夢。而且這些冷卻水從哪來呢？傳統的數據中心每天要蒸發掉幾百萬加侖的水，如果上5G瓦，你可能把一條河都給抽乾了。所以當黄仁興看着 Sam 奧特曼那張寫着1000億美金和5G瓦的 PPT 時，他看到的不是雄心壯志，而是2個字：妄想。作為一個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了30年的工程師，老黃太清楚物理世界的邊界在哪裡了。他知道 OpenAI 這是在用軟件行業的思維，先上線再修 bug， 去挑戰硬件行業的鐵律。在軟件裡，代碼寫錯了可以回滾；在基建裡，5G瓦的熱散不掉，機房是會炸的。這就是為什麼英偉達叫停了投資。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這是物理學在對資本狂熱說不。但是如果僅僅是技術和物理的瓶頸， OpenAI 或許還有機會，畢竟科技總是進步的嘛。可惜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 OpenAI 這艘大船撞上物理冰山的時候，船長 Sam 奧特曼發現自己身邊的盟友正在一個個的變成想要他命的刺客。這就到了我們今天要講的第3個維度，也是最精彩的部分，硅谷權力的反轉。大家有沒有發現，最近半年微軟的納德拉變得有點曖昧了？以前微軟和 OpenAI 那是如膠似漆，微軟恨不得把自家的 logo 都換成 OpenAI 的，但最近呢，納德拉轉頭就給了 OpenAI 最大的競爭對手 Anthropic 投了一大筆錢，還把 Inflection AI 的整個團隊給吞併了，甚至在微軟內部搞了一個名為 MAI-1 的備胎模型。這叫什麼？這叫對沖。納德拉是老狐狸中的老狐狸，他早就看穿了 OpenAI 想要擺脫微軟控制的野心。Sam 奧特曼想要做上帝，想自己搞芯片、搞電力、搞終端，想把微軟變成純粹的提款機。納德拉能忍嗎？當然不能。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場教科書級別的圍獵。微軟通過扶持 Anthropic，告訴 OpenAI，
你不是唯一的選擇。如果你的 GPT 敢再跳票，或者你的推理成本降不下來，我隨時可以把我的 Copilot 切換到 Claude 的內核上。對於用戶來說，誰在乎 Excel 背後的那個 AI 叫什麼名字呢？只要好用就行了。OpenAI 最引以為傲的品牌護城河，在微軟的渠道霸權面前，其實脆弱的像一張紙。而就在微軟在前面堵路的時候，後面還有一個瘋狂的追兵在追，那就是馬斯克的 xAI。還記得咱們剛才說過的那個星際之門需要多少年才建成嗎？規劃是好幾年，但馬斯克幹了什麼呢？他在孟菲斯用了短短的122天，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AI 机器 Claude 6。截至目前，這個數據中心已經上了55萬顆 GPU 了，總功耗已經攀升至了2吉瓦級別，到今年年底更是要達到100萬顆 GPU， 這給了黃仁勳極大的心理震撼。一邊是 OpenAI 那個還在圖紙上連地皮都沒批下來的星際之門，另一邊是馬斯克這支特種部隊，說幹就幹。這周說要裝機，下周線纜就鋪好了。如果你是賣鏟子的，你喜歡哪個客戶呢？黃仁勳是個極度務實的人，他現在的策略非常的清晰，我把它稱為渣男防疫術，或者是好听點的雨露均沾。在2026年的硅谷，英偉達不再是誰的專屬情人。老黃現在的態度是 OpenAI 你想搞基建可以，我不攔着，但我也不投錢。xAI 想買卡歡迎，我給你最高優先級發貨。Meta 要搞開源支持，扎克伯格也是我的好兄弟。這種策略的轉變意味着 OpenAI 失去了它最寶貴的資產唯一性。以前 OpenAI 是 AI 界的耶路撒冷，所有的資源，所有的關注，所有的信仰都指向它。但現在它只是眾多諸侯中的一路，而且還是個最不聽話、財務狀況最糟糕的那一路。這不僅是英偉達的背叛，更是整個硅谷生態對山姆·奧特曼的一次集體的圍獵。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那個一直笑而不語的納德拉，大家以為微軟是 OpenAI 的保護傘，錯了，微軟現在其實是 OpenAI 的一族。通過投資 Inflection 挖角 DeepMind 的人才，扶持 Mistral 和 Anthropic， 納德拉已經構建了一個沒有 OpenAI 也能運轉的 Plan B。OpenAI 現在的處境就像是被困在籠子裡的猛獸，微軟手裡攥着算力和場景這2把鑰匙。如果不聽話，微軟隨時可以斷糧；如果聽話，那就只能变成微軟的一個高級外包技術部門。那個獨立通用人工智能公司的夢想正在變得越來越遙遠。現在讓我們把所有的線索串起來看，我們從黃仁勳在台北的一記 No 看到了1000億美元的消失，從140億的虧損預測看到了商業巨力的崩塌，從 DeepSeek 的逆勢和星際之門項目的物理死局看到了技術路線的破產，最後從馬斯克和納德拉的布局中看到了權力版圖的徹底重寫。這不僅僅是一次融資受阻，這是整個 AI 行業從狂熱期進入冷靜期的分水嶺。2026年注定是 OpenAI 的至暗時刻。對於山姆·奧特曼來說，他面臨的挑戰不再是如何改變世界，而是如何活下去。他必須在效率上回應DeepSeek的羞辱，在財務上回應華爾街的質疑，在基建上回應物理學的審判。如果做不到，那麼 OpenAI 很有可能不會成為下一個的 Google 或者蘋果，而是會成為下一個的雅虎。曾經開啟了一個時代，但最終因為迷失了方向，被時代無情地碾過。至於英偉達呢，老黃依然會穿着他的皮衣站在舞台的中央，微笑着看着台下的巨頭們廝殺，因為他知道，不管最後誰贏，所有的戰利品最終都要用來買他的芯片。當潮水退去，我們將看到誰在裸泳，而那些真正能在退潮時依然屹立不倒的，從來不是靠 PPT 和情懷，
而是靠冰冷的物理定力和商業激勵。如果你是黄仁勳，面对这1000億美金，你会選擇梭哈 OpenAI， 還是會分散下注給馬斯克和扎克伯格呢？又或者你會把這筆錢留着，等待下一個破局者出現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記得點讚、轉發、加關注，咱們下期再見。